我们目前来介绍上银机械手臂模拟软体 HR Sim。首先，我们可以从网络下载我们的 HR Sim 的软体，并且解压缩。可以看到资料夹里面有 hrsim.exe 这个档案。首先，我们要先避免软体与 Windows 系统不合有裁切相容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在 hrsim.esd 的右键，我们可以选择内容。内容完以后，我们可以用相容性使我们现在的变更所有使用者的设定。我们选用变更更高的 DPI 设定值。这里面呢，预设是应用程式，我们要复写 DPI 缩放比例行为，让它适用于我们整个系统。因此，我们用复写高 DPI 缩放的行为，让它缩放符合系统作为设定，以防止裁切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按确定以及套用。因此，我们就可以去开启我们的资料夹程式。开启程式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画面。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场景。那建立场景的部分呢，我们使用的是 File 里面可以 Import File， 就是汇入我们的 3D Layout。3D Layout 依照指示，我们可以预设的 Intermediate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 Intermediate.ppf，ppf 就是我们的环境设定档，也就是我们 3D Layout 的档案。我们点进去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 replace 现在的目标档案。我们有了目标档案以后，我们可以用滑鼠的左键做拖移，滑鼠的左键做拖移，做左右位置的移动。滑鼠的右键做拖移是在这一个按的右键点上做对称的拖移，也就是对称的旋转，或者是上下的这种旋转。那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对它做 3D 不同的视角，例如说我们的前视图、我们的左视图、我们的上视图的3视图。那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侧视图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所置放的这个工件场景的工件里面，可以在 Layout 里面的 Workpiece 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件。例如说有6个大工件，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第6个，6个大工件，以及2个小工件，1个、2个。目前有被隐藏的是加工区的这个工件，我们用不到，我们先把它做删除的动作。接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工件6个大工件里面，其中有3个大工件是反面的，分别是2、4、6的这个工件。那这个工件反面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对应到它的行为，所以我们滑鼠滚轮往上是放大，滑鼠滚轮往下是缩小。我们可以用放大以及所谓的滑鼠右键去做翻转的动作，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反面的工件，是需要翻面回来，这边是正面的工件。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的测试图。因此，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场景。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立架放置到红色的这个位置。那立架放置到红色的位置，我要移动立架。立架的位置呢，是在这个 Equipment 里面的 Intermediate 的 Trace。我们可以去点选这上面所有的部件，能够对应到。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立架是在104的这一个部分，绿色这里显示。我们要移动到红色的方块的话呢，是110。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现在的这个110的位置。那110的位置呢，其实是可以在右键的地方看到 Object 的 Setting。那 Object Setting 里面呢，可以得到我们红色的工件的位置，所以我们要把它移到这个位置。那移动的方式呢，我们若是要移动立架，移动的方式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我们可以按 move 就是移动 ，move 以后会出现这一个所谓移动的视窗。那这移动的视窗，我们可以用手动的方式按着 shift，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就会产生一个坐标轴。这个坐标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单轴的移动。所以这个单轴的移动呢，以及我们的旋转移动，可以对应到我们的位置，因此大家就可以把这个位置呢，直接移动到我们的红色立架的坐标位置上。这是一个方式。移动完以后呢，我们按这个写入的动作，然后它就会定位在这里。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点选它，按右键。我们直接用 Object Setting 的方式呢，让它设定跟这个红色的 Object Setting 这上面的 SYZ、RS、RY、RZ 的数值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设定 Object Setting， 把 Object Setting 刚刚的数值打进去是 9.8、499.25 以及55。和负 81.4，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位置把它做设定好。接下来我们的环境呢，还有所谓的坐标系。那坐标系呢，我们可以先以工具坐标系为主。工具坐标系呢，在这边第0号的坐标系都是不可变动的坐标系。若是你要做移动，这边会写 cannot modify 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能设定的。所以工具坐标系以及基座坐标系的0号都不能做设定。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工具坐标系在哪，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坐标的部分。这坐标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对应到这边有一个 ROBA Tool 的坐标系，我们不要隐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的工具坐标的系统。那我们现在要调整我们工具坐标系统到我们夹爪的头端。那这边的使用方法呢，就是让它设定我们是 Tool 1， 然后 Tool 1的话呢，我们会沿着工具坐标的蓝色的部分，红色是 X 轴在这里，绿色是 Y 轴在这里，蓝色是 Z 轴在这里，所以我们的 Z 轴是向下，我们要往正 Z 轴，我们预定是 185mm 的单位，按储存。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185的这个工具坐标系 Tool 1就在这里， Tool 0是在法兰面。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做所谓的基座坐标系。这个基座坐标系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基座坐标的部分呢来去做。那我们这边的基座坐标系，我们要使用它，我们必须要开启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移动，叫做教导器。因此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以用 Robot One 新增教导器的方式来去做教导器的连线。所以呢，我们要连接到 HRSS 的单机系统做执行。HRSS 呢，它是对应到我们的单机系统。这个单机系统呢，包含着我们的 Robot One、Robot Two 跟 Robot 3，也就是 HRSync 可以包含3个 Robot， 分别是 Robot One、Robot Two 跟 Robot 3。Robot One 的资料，它会写入我们资料夹里面的 HRSS 之一。那 Robot 2、Robot 3分别对应到的是之2、之3，所以 Robot 1它会对应到 HRSS 的软体，它的储存的程式位置在 Program 里面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一样，刚刚有看到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程式呢，暂存档5分钟的是在 HRB， 所有的程式都会在这里产生。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机械手臂呢的这个 Robot One 被开通以后，我们这边就会显示已经连线，这边有一个 disconnect 叫做不连线。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呢，我们可以对应到在这个程式码里面，我们可以新增我们的资料夹，或者是新增我们的程式。
因此我们新增我们的程式，程式的编码前面一定要是英文字母开头。那我们以 R 为例，那我们可以对应到我们的程式码的程式，分别对应到的是1、2、3、4、5、6、7、8、9。那这个是我们的程式码，我们点2下可以进入我们的程式码。进入程式码后，我们可以对应到我们的操作模式。操作模式有 Joint， 有 SYZ， 有 Tool 工具坐标。所以这个 Joint 里面呢，我们可以对应到这边的A1 到 A6 轴。A1 到 A6 轴里面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设定我们的手动程式百分比啊。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 SYZ 的 RS、RY、RZ 以及我们的工具坐标系叫做工具 TS、TY、TZ、RTS、RTY、RTZ。那我们坐标系有了以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对于 base 坐标、基座坐标来去做设定。这个基座坐标的设定，我们把它设定成我们的31号坐标。那31号坐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31号坐标的定义会是平贴着我们的基座，也就是我们会对应到我们的 X 轴，红色 X 轴、绿色 Y 轴跟蓝色 Z 轴。这个 XYZ 轴呢，也可以用输入数值的方式来去做设定。那也可以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可以按着这一个基座坐标的移动的这个钮。那这个移动 move 的钮呢，当你按下去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个移动的点。因此你按着 Shift，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基座坐标的调整。那因此我们可以调整到我要的基座坐标。那举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呢，这个基座坐标，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前移、左移、下移。所以不同的基座坐标，你都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若是你要放弃现在的基座坐标，直接就是按停止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基座坐标31。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工具坐标系1号的工具坐标系啊。1号工具坐标系我们刚刚有想1号工具坐标系我们要建立在1号工具坐标系我们建立在100，可以往下建立在185的地方。OK， 然后这边是写入。那确定写入的话呢，这边会对应到我们的180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也可以是我们现在的输入方法185。那输入完以后呢，我们用这样子的所谓的储存的方式把它储存下来。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基座坐标的部分是31号坐标在这里，工具坐标是在这里。设定完工具坐标 Tool1 与基座坐标 Base 31后，接续我们要做弓箭与夹爪之间的关联性设定。首先，我们可以先到我们的 Object 的地方做一个 Add Robot Tool 的一个相关设定。我们要去选择我们目前的这个 Robot One 的一个夹爪 Robot One， 所以我们在 Tool 相关 Tool 设定，我们是选择 Robot One RA605710 这一支机械手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所对应到的163、164到166的工具编号。我们可以看到163指的是电动夹爪的平台，164指的是右手指，165指的是左手指，166呢指的是我们的校正坐标的校正棒。我们可以看到163有明显不同的符号，它是对应到夹爪，所以会对应到我们的夹爪平台的关联性设定。可以看到这边的区域是反白，
其他的区域都是反灰，因此我们能设定的是163甲爪 SEG32的这个位移平台。那对应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终端机使用我们的机械手臂工具的讯号设定。这个讯号设定呢是使用正源出发的 trigger signal， 所以这个 trigger signal 呢是在 DO 的这个讯号序列里面的 DO1 编号。在这个 DO1 编号呢，我们可以去做弓箭与甲爪的设定关联性，也就是弓箭与甲爪夹持的一个连接夹持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workpiece 的 trigger 呢，就是我们要触动的弓箭号码。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1号 channel 1号通道是弓箭的编号 ，group 的话呢是群组。因此我们在这边可以对应到我们的IO 的 registrator。好，那这个 IO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counter 里面，它的这个function的部分呢，以及这些编号的部分全部都是空白的。第二个呢，我们在 IO 里面的 DO 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去对应到我们的甲爪的部分。因此我们现在来对应刚刚的 ROBA tool 设定，我们对应到163。若是我按设定后，我们刚刚所显示的这一个弓箭的部分function就会被关联起来。目前我们操作一遍，我们163按设定，按设定以后呢，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反灰。反灰以后呢，我们的这个 registrator 的话呢，就会对应到163跟163的关联性。那这个是在 counter 的1跟 counter 的2，counter 的1跟 counter 的2，我们对应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 counter 的1跟 counter 的2，然后的对应情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弓箭做一个设定。那弓箭设定的部分呢，如同刚才的 layout， 我们从164是第一颗，167第二颗，168、169一直到153是第8颗。因此我们先把164的部分呢关联这个命名为 point 1，165、167的话呢命名 point 2，依序我们把所有的编号把它编逐，依序152跟153。好，那这边对应的是我们的工具跟弓箭之间的相对位置。接续我们要来去做甲爪开关的脚本设定，脚本设定在这个展开页，所以我们有一个 script， 那这一个 script 呢会对应到我们开关的脚本，因此我们先开我们的脚本。我们的 script 呢，第一个脚本呢，我们是关闭的脚本是10mm， 也就是甲爪之间的间距是10mm， 我们的弓箭是29或30mm， 所以它是一个关闭甲爪的动作。按设定，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对应到我们的甲爪呢是164跟165，分别是左手指跟右手指，所以在这个脚本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164跟165，164的 motion 动作，还有165的 motion 的动作加进来。那它这个地方呢，会对应到我们甲爪的 IO， 我们甲爪的 IO 预设为1号 IO。甲爪是一个嵌入式系统，机械手臂的 IO 又是第2套嵌入式系统，所以我们会把甲爪的 IO接续会关联到我们的手臂的 IO， 把2个嵌入式系统做关联。那这时候我们的 S 位移平台呢是在我们的这个S 的方向上，S 轴的方向上要移动10mm， 作为我们开启的间距。
那开启的间距里面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开启的时间所需的时间，因为我们要短暂的开启时间，所以我们设定为 0.1。那接下来 find 等于1呢是预读指令，若是勾选的话呢，变成是164动作完以后才会动作165。若是我们不勾选的话呢，就是预读指令164跟165同时动作，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把它设定起来。好，我们再做一次，这个是关闭，10mm是关闭。我们再做一个脚本，那这个脚本呢是32mm，所谓的开启的动作。那我们的 IO 设定为2，那已经被设定过的会是红色的标示，所以我们把它预设为2。那我们的脚本一样是164 motion 跟165 motion。因此我们的位移目前的位移是32mm，我们也希望我们位移开启夹爪的时间是 0.1秒。我们也希望它能够预读指令，也就是不要分批动作，我们按 Save。因此我们要去做设定 32mm 的这个脚本的确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脚本做一个 Run，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启我们的脚本，可以看到现在是开启的状态。如果是我是 10mm 的话呢，它就会是 Run 的话就是关闭夹爪的动作。这边设定完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来去进行夹爪的嵌入式系统 I/O 跟机械手臂的嵌入式系统 I/O 的关联性设定。因此我们的关联性设定呢，会对应到我们的 I/O 设定里面的 setting。那这个 setting 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夹爪我们的电动 electric 的一个 EQ 夹爪的设定。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10mm 是在第一个 I/O， 32mm 是在第二个 I/O， 这些都是夹爪 EQ 的 I/O。那我们现在呢，要对应到我们的机械手臂的 I/O， 因此我们假如 10mm 要去关闭的话，我们会对应到1号的夹爪 I/O 的 DI 会对应到 raw bar 的 DO， 也就是它的输入会到它的输出。我们对应到的部分呢，我们给它设定成11号，所以11号的 I/O 它会是关闭夹爪夹取的一个动作。我们再说明一次，我们的电动夹爪的 I/O 跟 raw bar 的 I/O 要去做关联。电动夹爪的 DIE 的输入讯号会接到 DO 的11输出讯号。一样的情形，手臂 raw bar DI 的输入11号讯号会接到电动夹爪的输出1号讯号。这个地方呢，off 的部分呢是下缘出发。我们这边把它设定为 on 上缘出发，也就是说当它由0转1的时候的 I/O 我们会让它去做动作，也就是11号变成由0变1的时候，它会触动这个脚本，让电动夹爪是夹取的动作，我们按 set。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11号的关联被关联起来。一样的情形，我们到32号，32号的部分呢是2号坐标，我们可以关联到夹爪的2号坐标，做2号的通道会对应到我们机械手臂的13号，会对应到机械手臂的13号，我们也是正缘触发。那13号的机械手臂的 I/O 会去做正缘触发，去触动夹爪2号的脚本，我们按设定。因此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呢，得到我们现在要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程式码里面呢，我们去做一个测试。举例子来讲，我们在新的程式码里面，只要对应到我们夹爪的脚本，若是我是夹爪的 DO， 它是13号，就表示它是开启。那13号开启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对应到我们的夹爪的动作。这13号
开启。那若是呢，我们现在是给它11号开启的话，它会对应到我们的11号关闭的动作。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测试好我们的 I/O 情形。我们接续，我们就要来去进行我们机械手臂的夹取动作。好，接续我们要来对我们的动作来做说明。我们会有 A、B、C、D 4个料盘，分别是顺时钟来去编号。分别在 A 料盘里面呢，有3乘3个，总共有8个良品的弓箭。那这个8个良品跟不良品的弓箭呢，良品有6个，6个呢分别是大弓箭，3个正面朝上跟3个背面朝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6个，1、2、3、4、5、6，总共有6个，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所以反面的部分呢是粉红色的。接续呢，我们会有不良品2个弓箭，那这边分别为7跟8。我们的机械手臂呢，开始要从出厂的原点开始来做动作，也就是出厂的原点。接下来，假如是空白无弓箭的时候呢，就回到原点，再继续下面的动作。也就是假设是没有弓箭的时候，就回到原点，然后继续工作。若是有弓箭的话呢，夹到的是良品，也就是大弓箭，它就到 B 料盘。到 B 料盘以后呢，来去做加工，也就是假如1、2、3、4、5、6到 B 料盘做加工，可是这边又有一个还要判断良品的方向是否正面朝上。若是它是反面，我们就要进行翻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进行翻面。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弓箭有2种，这2种呢分别会对应到我们的位置，这个叫做反面的弓箭，所以我们要把它翻到正面来。因此呢，我们就来去进行我们的翻面啊，所以我们翻面的分别是2、4、6编号。那加工的时候，在 B 料盘我们要停留3秒，那停留3秒，并且回出厂的位置，所以我们会回去出厂的位置。那不良品的话放在 D 料盘，放在 D 料盘的7跟8的位置，也就是7跟8的位置。那我们现在来做范例1，我们会在大弓箭会放在立架的第一排跟第2排，就是第1排跟第2排。那我们若是反面的弓箭，我们就必须要翻面。因此我们最后完工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的完工的部分呢，来去做一个展示。那这个展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对应到在我们的程式码里面啊的这个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我们来进行演练。那执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按 Start 来去做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弓箭我们可以放在 B 料盘，放在 B 料盘以后等待加工3秒，接续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立架料盘上。立架料盘完以后，我们放第2颗编号2的 A 料盘弓箭放在这。那因为它是反面，我们必须要做翻面的动作，再回到原点做加工3秒的等待。接续加工完成，我们再把它放到料盘上。接续我们的第3颗弓箭，我们把它放到 B 料盘的加工区，回原点等待3秒，继续加工完毕，再放到立架上。第4颗 A 料盘的弓箭，因为是反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翻面的动作。回原点加工3秒。第5颗大弓箭到 B 料盘，回原点加工3秒后，再放置立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若是你的坐标系是 base 0，它会是在这里；若是它是 base 31，会是在 B 架上。所以 base 0跟 base 31在执行程式的时候，依照不同的程式编码来去做转换。此时若是我们要把轨迹放出来，这边有一个轨迹的按钮，我们就可以得到现在机械手臂的紫色的轨迹，所以可以开启我们的轨迹按钮。以上是我们对工作站的叙述。接续我们来说明机械手臂的动作程式。首先我们使用 set override speed 来去做模拟程式的速度定义为 15%。绿色的部分为上机实作第二站的程式，蓝色的部分为模拟的程式。我们可以知道模拟程式码里面所说的 DO13， 它代表的是开启夹爪的预设定义。DO1 是夹取的控制，我们是 false， 代表的是不夹取，所以这两行是定义。接下来我们用的是16 point 的程式码来去定义 P1 到 P5 点。这 P1 到 P5 点它是常数点，也就是这边所定义的 P0、P1 到 P5 点，它所具备的常数点。常数点是没有办法去做变数的调整。常数点 P0 到 P5 的点位，我们也是定义在这里。也就是说 P0 是回家也就是回原厂的点。P2 跟 P3 还有 P1 分别对应到的是 A 料盘，然后 P2 跟 P3 是同一个点位，但是它所具有的坐标系不一样，是31号坐标。那 P4 是例假坐标，也是31号坐标。只要有标示31，代表的就是31号坐标，所以我们有 P3、P4 是31号坐标。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P3 跟 P4 是31号坐标，那这个31号坐标就会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基座坐标系31号坐标。因此我们在新增点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31号坐标来去新增。举例子来讲，我们假如是 P1 点，它是1号跟0号的坐标要对应到，我们可以去用所谓的 P2P 或者是 Line 的方式移动到这个点。P1 点在这里，我们到 P2P、P1 的方式移动到 P2 点，也可以移动过去，所以这些都是0的位置。P5 点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5个点的点位。那点位的部分呢，这上面都叫做过渡点。原因是因为我们过渡点呢，我们说是在2楼，我们要下去夹取的时候才到1楼，所以2楼跟1楼之间呢，我们相距的高度是150 mm。150 mm 我们可以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负150，我们就可以下去夹取。然后夹取完以后呢，我们再回来，所以我们的过渡点是在150 mm 的位置。那31号坐标呢，我们假如直接移动到 P3 点，移动到这里，他会跟你讲这个地方工具坐标跟基座坐标不符合，因此我们必须要清除完以后，我们必须要去调整我的基座坐标到31号，才可以去做调整。因此我们现在 P3 点，我们就可以再次的移动到我们的 P3 点，或者是移动到我们现在的 P4 点。所以这两个点位呢，全部都是我们的31号坐标。我们目前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蓝色是 Z 轴，我们这样的设定呢， X 轴向下， Y 轴向右， Z 轴向前，可以对应到我们的 Z 轴正跟负，我们可以是负 Z 轴放弓箭，以及正 Z 轴回来。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这边的点位呢，负 Z 轴向下，正 Z 轴向上是一致的，以方便我们程式的统一性。
因此我们的坐标定义如同这边所述，31号是31号基座坐标的新增点位，其他的是零点位。那接续我们为什么要用16 point？ 因为我们要在背景程式里面去调整我们的 P1 点、P2 点一直到 P5 点，因此我们给它新的变数叫做 PA1。P1 点它在 A 料盘上，我们就叫做 PA1。P2 点跟 P3 点它是在 B 料盘上，所以我们叫做 PB2， 在 B 料盘上。那 P4 点是在 C 料盘上， P5 点是在 D 料盘上。我们接续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变数，因为我们有九格工件，9个工件分别是1、2、3、4、5、6、7、8、9，空格也算一个，所以我们 A1 到9是一个回圈循环。那我的 C1 等于 A 表示我现在要夹取关联的是第几号 ，A 等于1到9的第几号去做夹取。P0 P2P P0 到 PA1 这个地方因为是在过渡点的上面，所以我们都是用 P2P。那当我们要下去夹取的时候呢 ，pick 的时候，那pick 0代表零坐标，所以我们要下去 pick 的话，我们用的是副程式。那副程式 pick 0在这里，我们就用所谓的 line 直线相对运动负150，负150下来以后，我们去停等 0.5 秒稳定后，我们去做夹取，夹取用 DO1 是 true， 夹爪是关闭，所以是夹的动作11号，然后并停止稳定 0.5 秒，接下来夹取完上来是150，所以我们用这样子 DF 的方式完成我们的副程式指令。那我们所有的点位全部都用 find 等于1，也就是不预读指令一行一行的执行。继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 PA1 的地方，当你夹取完以后，我们的背景程式要把 PA1 的点位向右移100 mm， 也就是往 x 减100的位置，就是设定值 PA1 的设定值是在下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的 AA 原本的 AA 呢是等于0，也就是我们的 AA 在这一次以后0加1等于1，表示第一颗 AA 就等于第一颗。当 AA 等于3的时候，就表示到第3颗。到了第3颗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换行到第4颗。那换行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减100 3次，我们就会变成是 S 轴再加100 3次，加100 3次，我们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第一个点。接下来我们要到下一行，所以 Y 轴再加100。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A 料盘里面的巡检可以巡到下一行去巡检完。接续呢，我们在这个程式码里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设定。这个设定呢，就是假如我们的暂存器是1到6，那就表示1到6都是大工件，就是在这边1、2、3、4、5、6。大工件的时候，我们就到 B 点，然后我放置 place 放置。那 place 的部分呢，是我们的副程式，所以 place 0代表的是0的基座坐标。0的基座坐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 B 料盘向下放，然后接下来我们把 DO1 的关联取消，就是不黏住，也就是不夹取然后所以打开我的夹爪。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用 place 0把它放在我们的 B 料盘上。那接下来在 B 料盘里面呢，除了我们的1、2、3、4、5、6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2、4、6， 2、4、6分别是反面，所以放到 B 料盘后，我们还要给它一个 turn 的动作。那31号的话呢，就是31号坐标，所以 turn 的31号坐标呢，就是我们把弓箭夹取起来。那夹取起来以后呢，我们夹取弓箭下来是 x， 所以下来夹取 x， 夹取完以后呢，我们再上来减150，就是 x 再上来。
那接续我们要用相对坐标旋转180度，也就是 A6 轴旋转180度就是旋转。这边旋转180度，我们待会这边还要再旋转回来负180度，让它转回来原来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下来夹取以后上来，转了180度以后再下来，再放好，再上来，所以就回来原来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副程式 turn 31号坐标的动作。当我们定义完我们的坐标器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2、4、6。那这个 D7 的部分呢，是我们实体在上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金属感测器会是在这里，所以当它是正面的时候，假如它翻面的时候，会感受到它的表面有一个金属，因此这个会是触，所以当它是触的时候，或是246的模拟，我们必须要去做翻转的动作，因为它是反面。继续我们回来，放完以后要回到加工区 P0 点的原点去停等3秒加工，停等3秒以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B 料盘第3个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pick 的话呢，我们就换了一个姿态。那 PB3 的姿态呢，我们可以看到 PB3 的姿态是如同这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PB3 的姿态底下去做一个pick 31。所以 pick 31我们可以看到pick 31在这里，所以我们有 X 轴正 S 轴下来150以后，我们把它夹取完，再上来150，上来150，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我们的点位去，因此我们就可以上例架。那上例架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pick 完以后 ，PB3 pick 完以后，我们就上例架到 PC4 的点位。PC4 的点位在我们的这个位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PC4 的点位在这里。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准备要上例架，所以上例架的 PC4 我们就可以做 place， 就是放进去的动作。所以 PC4 的31 place 的部分呢，我们是 Z 轴负150，所以这边是蓝色轴是 Z 轴负150进去。接下来放我的弓箭以后再出来到原来的点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点位设定，它的 PC4 的部分呢，我们放完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去设定点位，因为放了第一颗，我们接下来要在背景程式里面去设定我下一个点位是后面这一格，所以绿色的是 Y 轴，我们有 Y 轴，然后我们的距离是97，我们这样子放置。那 CC 的话呢，是计数器，现在放到第几颗？原来的 CC 是等于0，所以我们的 CC 假如是第一颗，0加1就是1。当它放到第3颗的时候，如同前面的程式码，当它到第3颗的时候，我原本的 Y 加了3次，我现在就要减3次，就是回来第一个。那我要往下一个来去放的时候，我们就是加它的间距是70。若是我要放的是1、3格，这个1、3格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加140。假如我们放1、3格，就是这边要改成140。那改140的部分呢，如同我们的检定考试的第2题，就是这个1、3格。因此我们假设1、3格是140，若是你是放1、2格就是70。最后我们有小弓箭在这里是7跟8的位置，弓箭7跟8位置，我们就把它放到 PD5 的位置。还有我们有一个空格就是我们 C1 等于9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去做夹取的动作。但是夹取因为它是空格，我们就直接让13就是夹爪打开来，然后以及不关联，最后回到我们原来的点位。
这以上就是我们程式设计的内容。接续我们来说明实机操作电动夹爪的指令。如同我们这边的说明，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这一个绿色的部分，也就是把绿色的 mark 这个 mark 的部分呢，让它去消失。那这个绿色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指令。绿色的部分有 SEG Open S32，我们可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 EG Open 的部分。我们电动夹爪的说明有一个 EG Open。EG Open 的话呢，我们有分3个厂牌的型号，就是上银的 SEG 16、32跟64。我们实作场域是 SEG 32，因此它的代码是 S32。EG Open S32。第二个是 EG Reset。EG Reset 的部分呢，对应到的是我们的重置，也就是说，它会让电动夹爪开合零点位置数次，来去找到原点的位置。继续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EG Run Move 30。EG Run Move 30，我们可以对应到 EG Run Move。这里面呢，前面第一个参数为绝对位置的移动，绝对位置。第二个是移动速度，因此绝对位置是30，它代表的是我们的EG Open。绝对位置呢，在30的位置，0是闭合，30是接近全开。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80的部分。那80的话呢，就是每秒它可以到80 mm 的速度。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它到绝对位置30开启，也就是说夹爪是开启的状态。那夹爪开启的状态跟我们这个夹爪开启是一样的，那差别是因为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不需要把它 mark 掉，因为这些参数我们没有用到，因此我们就直接把这3个 EG 把它加上去即可。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这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参数，例如说我们有 EG Grab 那这个叫 pick 就是夹取，所以夹取的时候 Grab 夹取的部分有4个参数，有 C、30、H 跟 L，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夹取呢 Grab 的部分呢，第一个是移动方向，所以你移动方向呢是 C 的话，就表示往关闭的移动方向。那夹持距离呢是相对，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开启的时候是30 mm， 那若是我们是把它夹取的时候是30，那就表示说我们现在的关闭要到0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因为是0的位置，它就一定会关闭到0吗？我们不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夹持力量。夹持力量就是说我们要夹持停止的力量，我们是低的力量、中的力量、高的力量就让它停止。因此我们的力量的百分比呢是 40%、70% 跟 100%， 就是低、中、高的力量。我们这边是 L， 就表示说它夹取到低的力量的时候，就让它停止这个力量。那夹取的速度的话呢，就是这边有速度也有低、中、高。那低、中、高的话呢，就是每秒多少 mm。那SEG 32的话呢，就是低、中、高分别是2 mm、5 mm 跟10 mm 每秒。因此我们这边呢指的是10 mm 每秒，所以是高速。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夹爪的部分，我们有2个，一个叫做 EG 的 status 等于2。EG status 等于2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去看我们的 status 等于2的时候呢，我们会是夹持住，表示它有夹到东西，所以这个叫 status 等于2。
那我们还有呢，这个地方呢，夹持到东西。那我们还有一个是 position， 它要大于10。那 EG position 大于10，我们可以看到 EG position 大于10的话呢，是这样子。我们的夹爪在这个距离，也就是这个黑色云台的距离是0或者是32 mm， 指的是这个黑色云台的距离。可是黑色云台上面有固锁手指，手指的这一个区域呢，是大概是10 mm。也就是说，当我的夹爪的云台是0 mm 的时候，它还是有左边10 mm， 右边10 mm， 所以我们的云台位置要再加上20 mm 才是它真实的位置。因此，我们这边假设是云台的位置是10，那我们再加20，它就是32 mm， 30 mm。那若是它的云台的位置呢，是小于10，就是小于30 mm。我们的云台是10 mm， 左手指右手指分别是总共有20 mm， 所以加起来是30 mm。因此，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夹持装置啊，我们夹持装置呢有这个叫做38 mm 的弓箭，还有28 mm 的弓箭。所以我们假如是30大于30的话，也就是大弓箭；小于30就是小弓箭。那大于30的尺寸呢，它就是云台10 mm。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弓箭。那大弓箭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在模拟的时候1到6叫做大弓箭。因此，假如我们在上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 mark 移除掉，换成这个是 mark 掉。所以这个地方就会靠我们夹爪来去判断。若是我们是模拟的部分呢，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来去做模拟。那一样的情形呢，若是你是小弓箭的时候，在我们的模拟是第7和第8号弓箭，我们实际上机的时候，我们就是替换掉这2行。可是假设你们是模拟的情况呢，我们就采用下面这一行，那 EG 的部分就不要。原因是因为 EG 必须要连硬体才能够下这个指令，否则你单独在模拟的环境没有 EG 的硬体是无法使用这个指令的。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有很多的副程式，我们的副程式里面呢，若是有要这个叫做关闭夹爪的部分，我们就用这个 grip 来去替代，也就是我们直接使用这一行。那这2行因为在实机操作的时候 DO1 跟 DO11、13都没有用到，所以它有做动也没有关系。所以那模拟的时候记得要关闭。那这个地方一样我们的开启和关闭全部都是有配合的程式在运作，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程式。以上绿色的部分是上机使用的程式，也请大家做参考。依照我们考试的题目，我们有试题1，分别是对应到例假的1、2排；试题2会对应到例假的1、3排；试题3会对应到例假的2、3排。因此，我们刚刚实做的是1、2排，若是大家想要做我们讲的2、3排的话，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现在的例假的点位来去做变化。例假的点位变化呢，我们把我们例假原本的这个点，因为它会排1、2排，我们接下来要排2、3排的话，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例假的地方让它是下降到我们的这个第2个位置。那第2个位置再去所谓的 overwrite 去写。那写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要到31号坐标，因为我们这一个
我们这一个P4 点呢是31号坐标，要在31号坐标底下新增这一个点。那新增这个点，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2、3排。OK， 那若是我们现在呢希望的部分呢是1、3排，那1、3排的话呢，我们一样回到刚刚的这个点位。那1、3排的话呢，是指的是我们例假坐标的1跟3，不是这，所以我们要间隔要2个，所以间隔2个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例假的间隔。那例假的间隔呢，在我们的例假坐标里面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 X 轴。S 轴是70，若是我们要1、3排的话呢，我们只要把70改成140，就可以完成我们现在的程式。最后我们要交付存档的过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场景直接用 File 直接输出绘出我的 3D layout。那我这个 3D layout 呢，我们可以直接对应到我们的大家用 R 加上我们的准考证号码1、2、3、4、5、6、7、8、9。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1、2、3好了哈，1、2、3这个地方呢，部分就是我们的 PPF 档，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来去存档 PPF。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这边 export 输出我们的 DB 档 database 叫做 DB。那在 Roba One 里面呢，我们一样是用 R 的1、2、3来去做我们的副档名点 DB 档。那最后我们的这个程式档呢，是在我们的 HRB 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再举例子来讲。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复制我们的这个程式，我们可以直接是copy 和 paste。那 copy paste 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取我们的名字 rename， 那我们一样是取1、2、3。那这个1、2、3的 HRB 档案呢，会放在哪里？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程式档案里面的 HRSS1 里面的 program 里面的 R1、2、3，所以我们就会有这3个 HRB、PPF 还有点 DB 档。那我们缴交这3个档案，记得是 R 开头你的准考证号码。